我们接着聊怎么样选股。公司护城河英文是 moat， 有一个比较宽的护城河，阻止竞争对手进入这个行业，更阻止他能超过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察的步骤。那么护城河又包括这些，首先是进入门槛，也就是竞争对手能不能很轻易的也进入这个行业。有一些行业进入门槛是相对比较低的，比如说做食品的，做日用品的，做一些平常我们见到的家电，像电视啦、空调啦，这些进入门槛是相对比较低的。有一些行业门槛就比较高了，比如像医药行业，它研制出了药以后会申请专利，专利好像是有20年吧，在这20年之内，哪怕你知道配方，你也不可以做这个药，所以这20年是他自己能赚钱的这个时间。那么其他竞争对手想要进入这个行业，想要卖这个药的话，门槛就是相当高了。再比如像英伟达这种产品，不光是它的硬件本身你很难去制造，而且它的软件系统 CUDA 这个平台也是一个门槛。用英伟达的硬件，用它的卡，你还要使用它 CUDA 这个平台上面去做软件，软件硬件是融合在一起的。如果你用其他公司的卡的话，你还要重新去写软件，整个迁移到另外一个系统里面，这个门槛也是非常高。也并不是所有的我们日常见到的产品都是门槛低的，像同样是做吃的饮料，可口可乐它也是有相当高的门槛的，因为它的体量非常大，可口可乐生产出来的可乐的成本是非常低的，所以它能卖这个价钱。有很多饮料公司本身做的饮料也算不错，但是价格你已经卖不过可口可乐了，你的成本就那么高，做不过可口可乐那种成本，所以你没办法从价格上战胜它。那你从口味上好像又差不太多，也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非常高的进入门槛。第二个要考虑的品牌吸引力，同样的产品质量可能其实差不太多，但是我们倾向于去选那个名牌。有一些名牌甚至它的产品价值主要就在那个牌子，比如像 LV 这种，GUCCI，像这类产品本身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它的实用性、美观、材质和普通的牌子没有太大的差别，至少对一个男性来说没有太大差别。但是这个牌子本身就是一个吸引力，它能卖到几千块钱、几万块钱一个包，别的同样差不多看起来差不多的包你就卖不了那么多钱。再一个，迁移的成本，也就是我用这个产品实现这个功能，想换一个牌子、换一个产品的成本有多高？有一些产品的迁移成本是相当高的，比如像 email， 我们平常都用 Gmail， 那以前的那些邮件，如果你想导到另外一个系统里面去，不是不可以，是可以的，但是挺复杂的，一般人可能都没想过这问题，更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而且你的 email 可能留给很多人，你的名片、你的公司的网站，好多人已经知道了。那你要换一个 email 地址的话，想通知那么多人也是一件麻烦事儿。所以像 email 这种系统，尤其是像 Gmail 这种，你要迁移的话，成本就比较高了。再比如像 Adobe， 它的主要产品就是 Photoshop、Premiere 这种做图片和做视频的。那些大的设计公司基本上都是用 Photoshop， 所以你要想让这些公司所有的人设计师要改用另外一个软件，那都要重新学习、重新培训，以前的作品可能还要做一个格式的转换，才能迁移到另外一个系统。这整个工作是非常复杂的，只要它的产品价格不是太离谱，一般来说这种设计公司也就只好继续用这个系统了。再比如像浏览器，看似迁移成本并不是很高，你用 Chrome
还是改去用微软的，还是用 Firefox， 看似你想改就改了。但是由于 Google 这么多年的运营，它的 Chrome 浏览器你要改另外一个的话，也会带来一些负担，因为 Chrome 记住了你以前所有的登录网站的用户名密码。你换一个电脑不是问题，只要重新登录你的 Chrome 账号、Google 账号就可以了，它立刻就自动同步了，继续能够正常使用。但是你要换一个浏览器，别的公司的浏览器，你要重新登录一遍以前的那些账号密码，要找到账号密码重新登录一遍，这个还挺麻烦的。所以除非有一个很革命性的浏览器出现，特别好用，不然的话一般人也就还继续用 Chrome 了。前几天 OpenAI 刚刚推出了他们自己的浏览器，就是想从源头拉住这些用户和流量，但是用户会不会用 OpenAI 的浏览器，这个是我目前是存疑的。再一个，网络效应 Network Effect， 也就是一个产品用的人越多，大家就更愿意用这个产品。最典型的就是像 Facebook 这种东西，你的好友、你的 subscriber 都在 Facebook 上边，你要换去另外一个小众的或者新出来的一个什么社交媒体网络，那是比较舍不得的。你要重新在那里去建你所有的知名度、你的群、你的 subscriber、你的好友，这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所以用的人越多，大家都在 Facebook 上，大家都是用 WhatsApp， 那你换另外一个产品的难度就大大增加。再一个，定价能力，在某一个领域里面，你是不是想涨价就能涨价？这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英伟达了，它的这些显卡的价格一直在上升，但是这些 AI 巨头们除了英伟达选项也不多，所以还不管它涨成什么样，你也只能买它的。当然现在这些巨头们为了分散这种风险，万一以后英伟达价格涨到不像话的话怎么办？所以也在去考虑去扶植 AMD， 所以 AMD 最近也是暴涨嘛。再下一步，考虑买点。你看到一个公司即使满足了前面这些所有的条件，你能理解，然后公司盈利、营收、利润都是健康增长，也有很宽的护城河，那是不是马上就要去买？也不一定，你还要考虑一个合适的进入点。考虑进入点的时候，有两方面要去想。首先是估值，这个公司真正值多少钱？给一个公司估值的时候，最简单的指标就是 PE， 或者叫 PE ratio， 它的定义就是 stock price 除以 EPS， 股票的价格除以每股盈利。我们从 PE ratio 的定义就能看出来， PE ratio 代表的是我现在花这么多钱，多少年以后这些钱能够收回成本。比如说我们现在花100块钱买这个股票，那么每年它的 earning 比如说是5块钱的话，100除以5就是20嘛，所以意味着20年我能收回我这100块钱的成本，因为它每年给你5块钱的 earnings， 它的利润。在股票软件里边 PE 都是显示的非常清楚的。英伟达的 TTM 市盈率，也就是 Trailing 12 Months 市盈率现在是56。我们还可以去查这个股票的 Forward PE， 那么 TTM 也就是 Trailing 12 Months 的市盈率计算的，它的盈利是从现在计算前12个月的，也就是最新12个月的。那么 Forward PE 用的盈利是按照现在的增长率预估的增长率往后12个月的，未来这12个月的，所以 Forward PE 通常会比较低。
看起来价格更合适一点，但是它是估算出来的，并不一定那么准确。所以我通常会去看 trailing 12 months 市盈率。PE ratio 如果是20的话，就是一个相对正常的范围，20年我们可以收回成本。但是 PE ratio 并不是给一个公司估值的非常准确的方法。首先，不同行业的 PE ratio 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像英伟达这种 PE ratio 56。如果我们去看一些日常用品的话，比如像 Nike， 它现在的 PE ratio 是31，再比如像沃尔玛38，这在这种日常用品里边已经算高的了。再比如像看麦当劳25，所以不同的行业它的 PE ratio 是不一样的。像高科技企业通常 PE ratio 会比较高一点，而用户、股东也都能忍受，因为更看好它。经济的引擎通常都是科技嘛，所以它的收回成本的年限比较高一点，我们也都能接受。再一个，就算是同一个行业，不同公司的 PE ratio 也是有不同的区间。有一些公司它历史上就一直很高，而大家也都能忍受了。有一些公司的 PE ratio 历史上一直就不太高，所以这个不同公司之间的 PE ratio 很难直接去比较。通常我是看一个公司它和它自己历史上比 PE ratio 是上升还是下降。如果是下降的话，说明现在的估值比较低，可能是一个好的买点。在木木的电脑版里边，我并没看到显示某个公司的随时间变化的市盈率，但是在手机版里是有的。我等一下剪片子的时候可以把那个手机版的截图放上去，或者也可以在其他网站上看一个股票的历史的 PE ratio， 比如像这个 Microtrends 这个网站，我们看一下，这个是 Netflix 的5年的 PE ratio。 看了这个曲线，就应该能理解我为什么前几个月卖出了 Netflix。 我是从差不多23年初买了 Netflix， 一直拿到今年，但是我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卖出了，就是因为我觉得从 PE ratio 历史 PE ratio 来看的话， Netflix 在这个区间已经涉嫌高估了。我卖的点差不多是在这个时候，这是6月的数据，所以在这一个点的时候，它的 PE ratio 已经超过了它历史上平均的 PE ratio 数值。当然再往前它的 PE ratio 更高，但是以前的 PE ratio 是在 Netflix 还在投钱拍片子还没怎么赚钱的时候，它开始赚钱了以后， PE ratio 其实是下降的，但是在今年初的时候涨到了一个我觉得已经高估的范畴，所以我就卖出了。现在价格开始下降。前2天 Netflix 财报的时候有一个大的下降，但是它随后又公布了将会拆股，1拆10，这是一个利好消息。虽然拆股对公司来说没有任何变化，它的营收利润对股东的权益其实没有任何变化的，但是拆股本身就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每股价格降低，大家就会更愿意去买这个股票，所以流动性会升高。按说拆股的时候都会有一波小涨，它公布拆股也确实涨了一点，但是这几天又降了，有可能在它拆股之前这一段时间价格还会再小幅增长一些，但是从目前的这个股价变化情况来看，大家好像还是觉得它有一点高估了。如果你现在还拥有 Netflix 股票，我倒不建议你卖出。一个好的公司，一个好的股票，只要它的业绩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以后还会涨上去。但是如果你还没有这个股票的话，
现在可能不是一个开仓的很好的时机，可能过一段时间看看会不会企稳，它的 PE 会不会降低，到了一个更好的价格区间再开仓也不晚。再一个用 PE 来估值不太准确的地方是，它没有考虑这个公司未来的增长。我们刚才讲 PE 就是你现在花这么多钱，多少年能收回成本嘛？但是这个前提是每年赚到的钱是固定的，这个 E 就是用现在的这个 E 利润，如果未来是快速增长呢，那就意味着现在有可能低估了。比如我们现在花100块钱，按每年5块钱利润的话，那是20年增长，收回成本。但是如果明年它的利润是10块钱呢，后年变成20块钱呢，所以你用不了20年就收回成本了。但是它的 PE 目前的 PE 还是20，所以考虑到未来增长率的话，又有一个相对更准确一点的指标，也就是 PEG ratio， 也就是 PE 除以增长率 growth rate。 根据这个公式，假设现在 PE 是20，如果增长率也是20的话，它的 PEG ratio 就是1。如果增长率明年是40%了的话，那么 PEG ratio 就会降低到 0.5。 所以 PEG ratio 小于1的话，有可能意味着这个股票现在是低估的。因为有高增长率的股票，你收回成本的这个年数就会减少，也就意味着它现在是低估了，更划算。另一个更为准确一点的方法估值 DCF 方法 Discounted Cash Flow， 也就是现金流折现法。这个现金流折现法的简单的原理是这样：我们买一个公司的股票，就相当于买了这个公司的一部分。那么现在价格合不合适，划不划算，可以看这个公司以后能给我们带来多少钱，带来多少收入。最简单的能够实际上分给 owner 或者股东的那个钱，就是 free cash flow 自由现金流。这一部分当然也可以用去做扩大再生产，也可以直接发给股东。所以我们如果能计算出从我们购买了这个公司的股票以后，到它一直倒闭之前，所有的现金流、自由现金流的总和加起来，如果超过我们现在购买这个股票的价格的话，那就是划算的。它以后带给我们的收入能超过现在付的这个价格。比如说，假设我们现在花2000块钱买了这个公司，明年它给我们的自由现金流能够分配100块钱，但是这100块钱是明年才能拿到的。我现在算这个明年拿到的100块钱，其实不值100块钱，因为明年以后会有通货膨胀啊，会有一些其他的时间的机会的损失，所以就要有一个 discount， 也就是折现。所以明年的100块钱拿到的100块钱，现在值多少钱呢？除以这个 discount rate。假设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假设通货膨胀是4%的话，我们至少要去除以 1.04。明年的100块，现在只值100除以1.04。后年还有100块钱，那就要除2次，100除以1.04的平方。这样依次加起来，我们从明年开始一直到它倒闭，所有的现金流折现以后，折现到现在到今天，看一共是多少钱。这个就是用discounted cash flow 的一个最基本的思路。这里边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明年它给我们100块，后年是不是如果它有 growth rate 会增长的话，可能就不是100块了，可能后年是120块，或者今年我们看是100块，明年可能就是120块，后年可能是140块了。所以同样，明年如果给我们带来120块的话，我们计算一下，今年它会是相当于是折现以后是多少钱，后年的那140
计算相当于现在的是多少钱。所以这个方法是考虑了 discount 折现，同时也要去考虑企业的增长率。这两个都考虑以后呢，把后面所有的钱你能收回来的钱加起来，看和现在的价格进行比较，这个就是 DCF 方法。所以在买股票的时候，只有在现在的价格低于估值的时候，那才是划算的，对吧？这个计算 DCF 也可以自己去算，也可以去看一些其他网站算出来的数字。自己去算的时候，以后有机会再去讲我怎么去算。还有，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还有很多因素要去考虑。比如说 discount rate， 你算多少？真的是1.04吗？只考虑通货膨胀？肯定不是，还有其他的因素。然后这个企业，你为什么算它能一直永远存在，算它到无限的这个现金流，还是说你只算10年、20年以后它也许倒闭了？就各种因素你都要考虑进去。真实计算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简单，这个以后再聊。那么在自己计算之前，其实也有现成的一些也可以去考虑。比如说在木木的平台里面，我们去看预测这一部分，它已经给出了 Morningstar 算出来的一个公允价值，也就是用 DCF 方法算出来的，当然是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个什么专有的方法。它现在算出来 Meta 的公允价值是850左右，这个和我自己算的差不太多。其他公司也都同样都可以看到现在一个公允价值是多少。所以我们看这个公司的股价，只有在它股价低于它的估值的时候才能去买。就像现在 Meta 其实是价格偏低了，其实是可以买，当然还要考虑一些技术面的问题。现在如果买的话就是接飞刀，所以等它有企稳信号的时候再入场去买。了解了估值以后，我们还要再去考虑一个更精准的买点。刚才讲了，只有在价格低于估值的时候，但是可能一段时间它都是低于估值的，是不是马上就随时可以买？也还要去看一些技术指标。那么我经常会去考虑的就是这几个地方，一个是如果能是目前正是一个熊市，那是最好。但是因为我做股票只有2年多，没有赶上真正的熊市。上一次熊市是差不多是这一段，2022年这一段。熊市的定义就是跌幅超过了20%，就进入了正式的熊市。这一次是超过了20%了。我所经历的最大的跌幅，也就是今年4月份了。这一次跌幅最低点的时候超过了20%，但是这一天触及了这一点以后，马上反弹了。它最后的收盘价不到20%，所以这一次它并不是一个熊市，只是一个深度回调。我还没有真正经历过熊市，所以也不好说太多，只是感觉如果碰到这种真正熊市的话，我应该大胆的在这些低点的时候买入。当然你要判断熊市是不是到底了，那还要结合一些技术指标，还要结合技术分析做一个大致判断。哪怕不是买到最低点，但是只要是在熊市的中后期买入的话，基本上后面都会是赚钱的。再一个买点回调，所有的股票它都是一个波浪式的增长或者波浪式的下跌，基本上没有一条直线这样涨上去的，都是涨跌涨跌。我们看一个这种比较稳定的股票，金融的万事达、Mastercard， 它都是这样，涨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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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条曲线，没有沿着一条直线这样升上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一定会有回调，这些回调的地方，那这些点就都是你可以买入的点，或者在
至少在这个回调的过程当中，你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某一个点买入，如果刚好是最低点，那是最好；如果没碰到，那至少也是比在回调之前的价格要好。我们看我有的这几只股票，我基本上都是这样买入的，像英伟达，就是在它回调的时候买一点买一点，我也没找到最低点，但是可以看到找最低点，分析技术面看最好的买点，后来有一些进步，后来的这次差不多就是最低点了，这次后来加仓也是比较接近于低点了，但是最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只是在越下跌我越买而已。其他的股票也基本上都是这样，比如像 Google， 它下跌的时候就买一点，下跌的时候就买一点，下跌的过程中就买一点，后期找的点就稍微准一点了，下跌启动的时候买到了。这2次基本上不能算严格最低点，但也算比较靠低点了。所以随着学习技术面分析，还能找到更准确的低点。当然不用追求最低点，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并不是100%的必要。像亚马逊也是，它跌的时候我就买一点，跌的时候就买一点。再一个买点，暴跌的时候，有的时候公司股票暴跌是因为基本面出了大问题，但经常是这种好的公司暴跌，并不是基本面有特别大的问题，而是一些情绪性的问题。那么这种暴跌点的时候，往往也是一个长远来看是一个好的买点。比如像这次 Meta 的暴跌，财报出来以后，大家对它的 AI 方面的花费巨大有一些疑虑，而且利润因为一次性的税的问题下降非常多，所以暴跌。当然在具体哪一个买点还要看技术层面，看企稳的时候再去买。再比如我最近买的这个 Fortinet 也是这次暴跌，财报出来以后暴跌。其实这次暴跌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实质性担心的，只是因为它的财报发布的数据没有达到分析师的预期而已。所以 Fortinet 并没有看到有什么基本面有天大的变化，就有这么一次暴跌。那么这种暴跌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买点，所以我也就开始建仓。以前我没有买过 Fortinet， 这次暴跌以后，然后过了1-2天研究一下，是有什么天大的变化吗？没有就买一点。总结一下，我在长期投资的时候，挑到好的股票，还要去看它的估值，只有在价格低于它的估值的时候才会去买，同时再去看是不是处于熊市，是不是有回调，或者是出现了一些不影响基本面的这种暴跌，那么这些时候都是比较好的进入点。在考虑了所有这些情况以后，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个只是我个人的一个选股的思路和方法，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也不一定适合 YouTube 的观众。必须说这种方法是比较保守的，如果你用这种方法，必定会错失一部分或者大部分10倍股，比如像 SoFi， 比如像 Palantir。Palantir 这个股票在它9块钱的时候我就已经注意到了，但是为什么没买？错失了它涨20倍的这个机会。因为我们去看它的财务状况的话，Palantir 的年度利润表可以看到总的收入 OK 增长的是不错，但是它的净利润可以看到在2023年之前它都是赔钱的，只是2023年以后它现在开始赚钱了，有利润了，所以这个就不符合我去选股的那个逻辑。前面讲看公司的财务情况的时候，有说我是希望这个公司是连续几年它的收入利润都是稳定增长的。那 Palantir
当初我在发现它的时候，22年、23年的时候，它一直是赔钱的，所以我就错失了这个机会。当然，现在看起来它已经进入了赚钱的这个通道，未来1-2年应该不错，所以现在也开始进入我去思考的这个范围了。像 SoFi， 我听说这个公司也蛮长时间了，看它的财报也是收入增长情况不错，看它的净利润，它盈利时间更晚，去年才开始盈利，以前都是赔钱的。所以我的这种选股方法只是能选到那些已经赚钱挺长时间的，它现在进入一个稳定增长期，但是就会错过那些初创的或者前期投入很多，刚刚进入开始赚钱阶段的这些公司。不是说这些公司不好，像 Palantir 像 SoFi， 应该现在的趋势来看是挺好的公司，它的收入都是一直增长的嘛，所以我的方法就会错失掉这些成长股。观众朋友们，如果更年轻一点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更激进一点，不用像我这么保守。我的这个岁数应该更适合于那种比较稳健的、保守的，这样能够避开一些我这个年龄不能出现的这种过于大的波折。但是对20多岁、3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完全可以去承担这些风险，同时你也很可能有更大的收益率。实际上，我现在投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没有在年轻的时候开始，而不是这几年的有时候也会做一些错误的选择。这也是我为什么做这个 YouTube 频道的其中一个挺重要的原因。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人早早开始，不要像我一样错过了那么多年，错过了那么多的利润。OK， 关于选股就聊这么多，谢谢收看，还请观众朋友们订阅、点赞、评论、转发，打开小铃铛。我以前都忘了说打开小铃铛这句话了，后来发现你打开小铃铛才会有新视频的时候才会通知你。好，谢谢各位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